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彩墨山水画的大讲堂。今天我们还是完成我后面这张这个40整张的束缚作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我们这学期倒数的第二堂课这张画画完以后，基本上呢，我们这学期的就是说上课的内容基本上就完成。但下次还有一堂课。还有一堂课的话，我就会根据你们交的作业，大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下个星期给大家去讲这些今天这段话呢，时间也非常紧张然后我不多说因为说的太多了，我后面就要拖堂。现在就边画边给大家讲我因为现在大家肯定看到，前面已经画了很多了，是吧？这里把水上周把这个水这些都完成的还是非常的细致包括房子包括这里这个是用那种条石垒起来的很多一些东西都已经完成了。完成以后，房子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些小树，然后接过去，还有一些山后面的山上次那张横的画，给大家画的是一张这个冷色调的这个云雾今天给大家完成暖色调的云。好，我们现在给大家这个别太厚。我看现在先画什么？直接来，我们先用点字笔稍微先点一下把一些小的树这些把它点出来。后面的树就不要像前面的树画的点的都还是用很多焦墨后面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比较淡的墨，所以说这个都占多了一点，占多了没关系，我们在别的地方。如果是直接蘸水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它会阴得太快，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让这个墨淡下来，但是呢，又让整个比较稠的话，我就蘸什么？蘸三氯。根据需要，因为我们后面是暖色调的这个根据需要，说不定我还会加一点藤黄。坐标。你看现在这个调下来的话，我没有加水，是吧？没加水，通过颜色把它调下来的话，它这个浓度稠，应该是稠浓稠度就会比把水把它稀释了要好一点我们现在把它这个刚刚说了，有些地方后面因为后面是座山是座山，我准备是拿什么？是拿这个这个树来把它给弄去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树。你看，先点一下。但是现在点这个树的时候，就不要把它点得太大了不要点得太大，
因为已经是就是远处的树了哈。当然树比房子高，这个是绝对是没问题的哈，这个绝对没问题的。所以说你这个一下，哎呀，后面是房子，你树比它还高，那树比房子高多了哈。有些树长得很大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高。你看我现在就通过这个点子，其实同样的墨色是吧？这些都是同样的墨色，我也没换笔，哎，但是就通过点子的这个虚实关系啊，就可以点出它的一个什么呢？点出它的一个层次来。我这两个树中间啊，让它是什么都不是，但是中间我点的比较深，就把两个树就怎么样了，就点出来了。我们这里可以让下面虚一点，下面虚一点，把这个哎，你看我后面点了好多的大大小小啊，这些后面点了不少，是吧？点完以后，哦，这边还可以再点一点。我们在下面这里再点一点。你看我们在点的过程中哈，有些地方它是让它上面这个，你看上面像这些哈，上面呢就比较亮，对吧？像这里呢，我把上面就点的比较深，它这是都是同样的点子，用了不同的笔法啊，它主要是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有些是让它亮起来的啊，有些是让它怎么样生下来衬这些树的，它完全不同的这个哈。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大家看这后面一下子就怎么样了，就丰富了啊。本来哎这里没有这么多的树是吧？通过这么一下子，树就怎么样了，就更多了。好了，现在大家肯定看到，哎，这个好像还觉得有点乱是吧？一会儿我把树枝啊一画，马上你就会觉得就可以了。画树枝，我们还是一支用的比较凸的笔。我们将就刚刚那个颜色，因为我一般都给大家说了嘛，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怎么样呢？就树叶是什么墨色，树枝基本上是什么墨色，你不要太浓，也不要太淡啊，这就可以了。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看看啊。有好多说了，哎，这个古人都说了远树无知是吧？啊，远树无知，这为什么这么远了还有点知呢？它有时候啊是为了画面，如果你不画这个树枝的话，如果你不画这个树枝，你会觉得哎，整个来说它就怎么样呢？它的厚度不够，我们就稍微画一点。
稍微画一点，边画边分析，边分析它这个高度，大概这个树的高度画多高？你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树把它画的矮一点，就这个是它的顶，也可以把它画的这个是它的顶，就根据画面的需要。现在我觉得还是让它高一点。现在我还没去给树整形，所以说显得呢，这些树的形状都还不好看，都还不好看。一会儿我把树的形状给它一弄好以后，马上它就好看了。这里可以画成一棵树，也可以把它画成2棵树。像你看，这树枝都很简单哈。因为它后面就说了看不清楚它这个后面太多的这些。好，你看我们现在把它稍微填一下，是不是一下就变成2棵树了？这里也是一样的，把前面这个树形把它弄得看到舒服一点。好，它又在前面，既然它在前面，那我又把这后面把它又衬出来。把这个树，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其实点子树其实也很简单，但是你要做好一环扣一环的这个，要把它做好。基本上一棵树压一棵树。好，在房子这里把它。刚刚说了吧，这个下面，说不定你看这里又用这个树，把它又压出来。把它画出来以后，有些地方就是通过什么？通过擦。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下面，说不定我也不把它，因为这里这个房子那天我把它画的比较深，是吧？如果还用这种墨色去把它衬的话，他们2个就会看不清楚。现在遇到它比较强，那我这里就弱一点，是吧？我就虚一点，我就用这个笔，再用这个笔根把它擦一下。把这个云的感觉把它擦出来。好，大家看，现在我虽然还没画云，但是呢，已经有云好像到这个房子这里去了，是吧？到这里去了。把它，我们画画的时候就说了，你看我在点这个点子的时候，非常的豪爽，是吧？非常的豪爽。但是我们在给它修饰它的时候你看我们就非常的怎么样呢？所以这也是你们以后要做的就是大胆的下笔，细心的收拾。一旦收拾好了，这里就是很出彩的地方。因为大家肯定看到，这个画到这里好像顶都没有把它封起来，没关系，这个顶一会儿就是画山，用的。
通过这山底的浓度，我们把这些树衬出来。同样的，这棵树，你看这个树现在还没把它形状还没弄出来，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呢？你会觉得，哎，你看这个树形啊，它就非常的乱，是吧？树形非常的乱。所以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地方啊，你不要着急。为什么我刚刚说了，哎，我们这块大家看着好像下面的复杂的地方都画完了，感觉到哎，那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吗？那真的是时间是用的很多，一颗一颗的称这次。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大家看这后面是不是啊？这个树啊，突然一下子这个树就满多了，满多以后，哦，这边还有，将就还是将就这个颜色，啊，这个树比较大。注意把它稍微收一下。来看看哈，它一会儿有云从这里过来，我这个地方还得再稍微的用点淡的颜色，淡一点的。你看我这里就加了水，它就是阴得很快啊，但是反正我这个地方也是比较虚的。这线条都基本上若有若无的，啊，包括我们用点子的话，这就是变化。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什么点字笔啊这些哈，哎，你看就这样子把它稍微点一下。是吧？稍微点一下，这种感觉，让它这个把它画了以后，然后我们这边一样的也是要把这个点子数啊，把它稍微称一下。你看这边在没有称它的时候哈，你也是会感觉到，哎，这个树它显得不精致，是吧？显得不精致啊，稍微把它处理一下哈。大家肯定有时候觉得，哎，这个比较难或者比较怎么样哈，
啊，其实很简单啊，你看我们就只需要啊，这个数在前面，那我把这后面稍微收一下，边缘不要它太毛，但是也不要它太光，你让这个树啊，让它感觉到很自然的，是吧？有些凹凸不平啊，有些这些就可以了。画画呢，就是怕什么？就是怕，好多学员一看，哎，大看这个画效果还不错，啊，效果还不错，但是呢，你仔细看啊，很多细节啊都是非常的粗糙。现在目前好多初学者呀，这些，因为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他觉得，哎，我这个画我已经画不下去了，我已经画的很到位了，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几年前刚开始学画的时候哈，因为这个班上呢，肯定大部分是初学者，但是我看也有画的比较好的，因为也有报提高班，然后再想把基础打牢一下的啊，要想，所以说也有画的好的学员或者画了蛮久的学员，有什么情况呢？就说在几年前你画的时候哈，你觉得这个我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了，怎么样就觉得这段话基本上我就没有办法再处理了。好，几年以后你再把这段话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哇塞，怎么当时已经想了很多很多办法，是吧？想了很多很多办法，已经完全是没有办法再深入的一种情况下，哎，现在又有这么多问题，如果再教你几年以后的水平哈，再让你去动笔再去把它完成它，你又会在上面发现很多问题，然后改正，这就是证明什么？证明你进步了。学画的过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从才开始，哎，大家能够画出一块山石啊，一棵树，都觉得很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你说痛苦吗？也不痛苦。真的你要学进去以后，你觉得这里面乐趣无穷啊。当你完成了一张你自认为比较满意的，你会觉得高兴的几天睡不着觉，是吧？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很好的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了。一般这个树下面哈，这个下面都不要它太清楚，哎，让它跟环境融为一体，哎，上面有一点。如果每一棵树你都把它画得很清晰，都像上面这样子的话，那就证明这个树啊，它都跟旁边啊就脱节了啊，就脱节了。所以说，就说我们在画的时候要一环扣一环，基本上哈。好，你看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把该完成的这些都把它完成了。完成以后，我们说了，然后呢就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山画出来。画这个山不是太大的话，我们可以用中式环啊，可以用中式环来，这个我们调点颜色。山的浓度可以稍微深一点点，比开始那个树啊稍微深一点点。也是一样的，色墨、山绿、太极蓝、藤黄。适当的可以加一点点图标。好，你看，基本上比开始那个树的颜色呢就要稍微深得多了。
们这个石头，这应该是一个山了哈。这个山呢只画了一个角啊，只画了个角，真正的主要的山在这边，在这边。好，一般说我们现在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其实它这个很简单啊，因为这块山它在画面上的话，它也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一个主要的哈，比如说。你看我们画了线条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每一根线条，它都是有作用的。你比方说，有时候你看，我们就这么一点，就分了好几个面，是吧？哎，这一块上了以后，这个又是它后面的一个面。好，然后这下面这些哈，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们已经很接近这个什么了，很接近这个树了，那你就不要还画这么多很明显的线条，是吧？这个时候以叉为主，以叉为主，哎，但是一定要注意，在线的，在这个就是树的这里呢，它基本上就是个块面了，哎，但是你要把它很自然的把它接上去，啊，很自然的接上去，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看它，哎，好像还只是一片哈，啊，怎么样？它和后面把它画上去了，其实很，比方说我们后面可以侧上去，哎，另外再画，这边后面就以虚为主啊，以虚为主啊，基本上大家看，我们十环笔的话，侧锋行笔的话，它就有很多的变化，一笔下去啊，真的是变化非常多啊，特别是画这种比较虚的这些哈，那是非常方便。大家会觉得，哎，这两个分家了，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我只需要把它们一连，把这里一连，是吧？稍微一连，它们就连起来了。这个很简单，一会儿还要擦哈，还要把它擦一下。把它画了以后，我们先把下面啊这个跟树衔接的地方，先把它连接好。这个时候，笔上水分不要太多啊。你看，如果不连接，它就是这个样子，是吧？如果不连接的话，它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看，对吧？它这个树根是完全是脱节的啊。有好多学员啊，他就这样子，他就不管了。其实啊，你看哈，我们很简单。我们首先第一要分析这个树它有多高，好，分析到了以后，就将就这个墨色把它压下来，在压的过程中还要考虑树与树之间的一些变化。你看这么一画，是不是每一棵树
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是吧？这是我们画好的，这是没画好的，那是不一样的哈。当然有些地方呢，你不要全部都是，后面你看，后面这里稍微就虚一点都无所谓了哈，稍微虚一点都可以，因为到了后面这些你看我到时候都说不定我都会怎么样呢？通过这个笔把这个边缘都把它擦的，不要太清楚包括你这里都会擦的不要太清楚这样子的话，它们山跟树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衔接一个非常好的衔接。你看把这个画好以后，大家看是不是整个来说，这个山跟树是不是就衔接的很漂亮了？衔接很漂亮，这里我刚刚是有意识的哈，我们这里调点颜色，你比方说，它这个后面相当于后面还有一块石头，将就这个笔，开始为什么要擦一下来？将就这个笔，我们调点深黄，是吧？太浅蓝，大家看这个是绿色。说了，接着这个画后面是暖色调，所以说我这里你看马上加一点胭脂标之类的。绿色的成分上，现在什么暖色调进去，调好以后，鼻头上这个墨好就可以。然后这个是很多的线条，是吧？我们这里一画，你看靠近这个顶上的深一点，鼻头上的墨沾了墨越往上面。它这个就出来一个什么变化呢？它第一，这个块面，它把这些刚刚还觉得这个比较散的一些线条，就通过这个块面以后它非常好的把这些线条衬出来了，就感觉这个山现在很有变化，是吧？很有变化。然后呢，下面它是块面，又把这个下面这些树这些。稍微衬了一下，我们看不要画下来，因为说了这个下面是有点雾气有点雾气，倒是很自然的就可以把它衔接一下，很自然衔接一下。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整个的就可以往下放一点。又调一点刚刚那种画山石的颜色，是吧？又调一点，接着往上画。越往上画的时候呢，就越怎么样呢？因为刚刚说了，这块石头它并不是主要的并不是主要的，就越与这种感觉到又有点线条。边缘擦一下，感觉到又有点线条，又这个比较虚，是吧？把它画了以后，也是我擦一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笔上的这个墨把它处理干净处理干净。好，这个时候刚刚调的这个颜色，觉得如果还不够的话，如果你觉得还要再亮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再亮点。你看，加点水分，山绿，
藤黄，哎，这个时候大家看，我刚刚加了太清蓝，我现在说要让它亮一点，是吧？就没加太清蓝或胭脂了，直接就是加的山绿啊，藤黄朱标。干什么呢？我们把底上你看把顶上这么一画，这条线一画了以后呢，它明显感觉到这块就比较反差比较大。这个时候将就这个笔，因为画了这笔以后，笔上就没多少水分了。好，将就这个笔把它撑下来，笔根还有墨色，这样子就很自然的就把它们怎么样呢？就把它们给延伸过去了，是吧？哎，大家一看这个30，由块面逐步到这个逐步的到这个线条，是吧？它们有个很好的过渡，就有个很好的过渡，而且感觉到立体感啊，各方面啊都比较好。当然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也可以马上就在这个树上在这个30上画一点树。这里呢有几个地方哈，一个地方它比方说是这个块面跟这个线条衔接的地方，是吧？然后它们两个很生硬的衔接到一起，就可以加点树。直接就可以将就这个墨色。从这个山，从这里再从这下面再上去的话，哎，这个都已经又远一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树呢，就又可以小一点。这种我们经常带同学们出去写生的时候在大山中，大家有时候也会发现，哎呀，怎么山上的这个树长得这么像我画的？其实我就是从山上那里学来的。很多这个山的边缘特别是这种悬崖峭壁这个山上它是这个长出来的树是特别好看特别好看。特别是有些山它还有一些什么倒挂松在太行山的话有很多崖白，这些出来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漂亮。我们这里也是，就是但凡有这个山突出的地方，这树都是特别的有劲都特别的可以的。好，再往上面走的话，就简单的。这里也是，就说这个块面跟这个30的衔接，是吧？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说你看，点一点反正总的来说，就让它们很自然的就把它衔接过去了。完了以后，有些地方你觉得线条还没拉到位的，还比较散开的，利用这个小笔。这上面稍微找一下结构，好，找完以后，点台在这个山水画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你有些线条与线条之间不太舒服的地方，
哎，你可以通过点台是吧，稍微点一下，哎，这里面感觉到好像有些抬点。好，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现在不能画，你比方说，哎，这丛树是吧？这丛树的话，它是一丛树，这个山在后面，你看现在很自然的就把它衬出来了，是吧？到时一染色，这些亮啊都没了啊，下面的亮都没了。好，然后这个树与这个山之间还可以再加一个比较深的这个松树也可以啊，或者是就是那种雪松啊，或者这些就旁边这些松树，只是由于它近点大一点，它远处了小一点啊，它就再增加它一个层次，这出来以后效果就会非常好，是吧？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抓紧时间把这一块画出来。画的时候这里调点颜色，将就刚刚画30的这个颜色，然后我们加点朱标、深绿、橙黄，加点墨。你看，主要还是以颜色为主啊，以颜色为主。你看，把它画好以后，笔要干一点，还是中式画哈。你看我们这里，它是什么样来？是这个我教过大家的，用线条的形式来表现山上的平台。你看，来表现山上这个平台，在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注意它这个虚实的关系。有些地方线条实一点，有些地方线条虚一点。不一定把它，就不一定把它全部的怎么样呢？都把它画的比较到位哈。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这里，哎，后面就开始虚了，后面不管它。好，然后我们可以先用这个颜色，把这些边上都画一下。大家看，靠近30的地方啊，我是把它画的是比较什么样的？比较虚，你会感觉到我线条一节一节的，好像是不是画的哈？这我是故意的啊。但是靠近顶上的呢，这线条哎有仪式的又把它画的比较怎么样呢？比较完整一点。这边也是靠近山崖呀这些。
一环扣一环上去，就先把这个山顶部分先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你看这个又是扣一环，这边好，基本上这个顶上下面的基本就画好了。画好以后，然后我们要接下面的30在接的时候，将就把这个线条有些再处理一下，稍微把它处理一下。现在大家看它，好像都觉得，这个好像并不好看并不怎么样我们马上，我们这里调的颜色，因为画30了，是吧？这里面直接调一点水分呢，也不要太少。如果是太干的话，一会儿拉线条拉不动。我刚刚说了，这一块30，才是我们这个画面，它是在30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说，你看这里的30，我们画的时候是非常的怎么样呢？变化也是非常多的。各种称法，有些折带称，你看有横的折带称，有些竖一点的，一定是要跟什么样的？跟这个线条要衔接好。好，这么多的线条过来以后，然后我有意识的把这根线条把它稍微虚一点，后面都让它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要清晰的是在这里，而且后面到时候都还会亮一点。在这个大山深处，大山深处，我们本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可以画水的，可以画个小瀑布但是呢，这个放置这个下面呢下来正好是房子，
这样子防止一般我不把瀑布画到哪里呢？不把瀑布画到这个房子上面，因为大水不要冲了龙王庙，所以我会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这么一个3件。其实这后面就完全就很虚了，它们上面都可以连成一片，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流出了这么一个小瀑布。正好这个过来，把它们衔接一下。笔根下面是有颜色的，就是笔尖蘸水中，我刚才画的时候笔尖蘸水。而且这个水在流动的时候要注意，它是往中心流。什么叫往中心流呢？就这个画面是它的中间部位，你不要这个水它是往外不要往外。把它画好以后，我们的瀑布里面，其实像这个小瀑布的话，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就拿支小笔，因为已经很小了，拿支小笔。顶上把它那个画的深一点，然后逐步的就拿那个拖下来，你看就逐步拖下来，是吧？这么拖上几笔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瀑布本来看着很小的。笔上都很少水分了。就稍微有上几笔就可以了，然后画了以后，把笔尖稍微洗一下，稍微拖它一下。这么小的瀑布里面有没有水纹都无所谓了。是吧？你看这个瀑布显得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精致。到时候在上面再栽2棵树，这个是后话我们都可以的。好，把这个画好以后，你看这个颜色墨还比较多一点。我们越往后面走的话，这个就要越亮一点。这个是 user 调的颜色。首先。在这个基础上在基础上，我在这个位置上，别的地方都不管它了是可以调动别的地方的颜色过来。你看，我们就加点朱标，再加点胭脂，加点藤黄，是吧？明显这个颜色就比刚刚那个颜色叫亮。注意什么呢？注意它这个线条的变化。你比方说，这个线条
它是斜着过来的，那我这个线条基本上是垂直的啊。你看上面宽，下面窄，是吧？啊，这样子的话就有变化，甚至我这一根的话，这里还有，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接头，是吧？这里还有一个接头，我这根线条的话，甚至就跟它更加有变化啊，更加有变化，让它怎么样来？这里宽这么多，是吧？这个地方这样子，这样出来，好，出来以后，那怎么样能够让它们也是有层次来？我要把后面后面加的比较深，加深以后，将就这个颜色还可以把它拖一下。你看我这么一拖，马上它跟上面就衔接好了。衔接好以后，那就后面一会儿可以摘树啊，可以干什么？稍微几笔就可以把后面把它弄得很漂亮。好，就不要全部就这么拖过来哈，这一块深，深了以后，跟着就要开始有过渡了。哎，这里有一点过渡是吧？好，然后这里又明显，你看又有点过渡。这样子一点一点的过渡以后，把这些反正靠近这个什么呢？靠近这根线条的这些边上，都是让它深。这里的深并不是颜色深哈，就是让它线条更密集，块面更多一点。来，我看就很简单，我把这一块面把它画的比较这个深以后，大家看是不是把它就衬出来了？接着一层，就跟开始我们画树一样的，一环扣一环。好，再往顶上走的话，有稍微的来上一根线条，为什么呢？哎，你看，现在大家看，这里这个就很自然了，是吧？就很自然了。然后再把这块画出来，哎，大家看哈，这一块我这里是画着以后哈，哎，这里突然有个转折，是吧？有个转折，这一块就是为我下面接东西用的。你看这个线条跟它又有变化，这个转折，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笔啊，在用的时候就是局部的几根笔毫。几笔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了。这里也是一样的，你为了把它和这个块面把它分开，只要它深一点。深一点，同时把这个颜色再把处理一下。好，将就这个颜色，那就不要把它前后了，把它下面撑一下。你看，撑完以后，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哈，你看这里就不要把它一直撑下去了，啊，这里不要把它一直撑下去，这干什么呢？是吧？它就相当于是这里被云雾啊断开，
就是我这里虽然还没开始画云，哎，但是已经感觉到这种云的感觉了。将这个笔擦一下啊，我们看看这块山是吧？这块山画了以后，整个的这个下来，当然一会儿还有一环扣一环的山哈，这种出来效果会更好哈。我们画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因为时间现在3:01，3:01，这个，来我把这拉开一点。大家看整体的这个效果啊，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哈。好了，休息到3:11，肚子饿了，吃点东西。
学们准备开始上课哈啊，这个下午好哈，这个我们刚刚呢把这个山啊只画了这么一点哈，这个山只是把它的形状先把它画出来了，这里面还有点缀很多的东西，你包括有时觉得觉得不是太舒服的呀，加一些小树，现在暂时不管它，还是往下走一点。争取保证让那个纸平一点啊。我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哈，刚刚我布的这个石啊还不够，还需要稍微把它布的宽一点，这样子才好看。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就拿支小笔吧。让它们这里衔接啊更多一点以后，这个地方才显得更厚重。这个地方呢显得有点开，以后呢，跟这边的衔接上，还是那个所以说我就再把它。画了以后稍微擦一下，是吧？稍微擦一下，甚至有些地方，可以稍微点一下。点的目的就是说，有些线条与线条之间还不是太舒服的，通过这个点子，呢，它就可以把它们连起来。好，大家看，现在这么画了以后呢，我们有些很小的地方啊，就可以用小笔，这样就开始这个颜色。哪些地方呢？你比方说，我刚刚这个地方只留了一个非常小的空间，是吧？非常小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其实一下子这么一画以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厚度是非常到位的，这个厚度。这里也是哈，这个空间也很小，我也用小笔。这都是非常小的空间。利用这个小的，这个我们平常常用的这个小狼毫，它把这边上啊这些线条这些。就即便是这种线条，我们在画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你看，我都是让它有这个疏密关系啊，有这些哈。好，你看我把它自己画了以后，刚刚这座山呢，在没画它之前还不够厚重，现在画了它以后，一层一层一层往后推，是吧？推的就非常的厚重了哈。把它画了以后，我们这个就可以有一些比较大的地方嘛，还是用这个中式斑来画。看这里可以调点颜色。
加一点胭脂，太青蓝，颜色反而还比开始还深了一点啊，包括稍微偏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用后面的这个浓度去把前面这个山啊衬出来。这个时候笔，大家看我这个笔啊，这些都收得很拢，都收得很拢，哎，画出这些很有金石味的线条，很有弹性的线条。你看，我们现在这两座山挨得很近，是吧？我为了把这两座山的这个衬出来，我这里你看就可以画的比较深，但是要注意，画的深归深，哎，里面的结构还是要有的。把下面画的很深，哎，上面逐步，它还是要有30的这些。利用这个深度啊，一般靠近这个块面的地方哈，你看都会把后面的把它画成块面的形状，然后把前面的山把它衬出来啊，把它衬出来，这种感觉哈。好，我们把这里衬出来以后，哎，注意我把这个稍微擦一下啊，到下面基本上就让它融为一体了。好，接着把它衬一下以后，再往这边画的时候呢，我们又调点颜色，又在这个基础上，刚刚这个比较深的这个基础上，哎，我又加点珠标，逐步过渡哈，不是全部马上。不是马上就那个好，我又加点珠标。开始那边深，目的是为了把山衬出来，把前面这座山衬出来。好，这里呢又逐步的又亮一点了。
稍微几笔就可以把这个山它的形状衬出来。所以你看我在画这一山的时候，其实都是很随意的哈。这个后面这个让它深一点，是后面的块面，深一点。我们这时候大家看我鼻上的水分都非常的少，哎，经常有很多的山都会在悬崖边上突然哎又在耸立起一座，山又是连着的，下面又是连着的，它突然就耸一块，是吧？这就让它产生变化了，让它产生变化，就像一个威武的将军一样的，是吧？威武的将军在这里守护着这一片净土。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又在调色。你看，虽然这个完全是分开的啊，但是你看哈，我当时画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它们都是连起来的，为什么呢？全靠这么一层一层的山把它们衬出来。这里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就要注意一样的要用侧锋来画出这里面山石的线条。这个时候侧锋的时候，你看它是很有变化的，一笔下来，它不一定就是一笔，它里面有很多的变化。然后通过它，就可以把这些山石的疏密关系，有些地方，你看有些地方亮，有些地方稍微撑一下，你会感觉到哦，里面的有很多的这种层次，是吧？里面有很多的层次。当然笔的这个都非常的水分都非常的少，哎，这是凹进去的，说这一块就让它深一点，让它深一点，这里也是突出的，让它亮一点，所以把这一块基本上上面亮起来，下面为了把这一块撑出来，或者你要把这一块撑出来，我一般下面这里就画得很深了。这个山呢，我们平常也画给大家看过哈，但是呢，平常很少画。这个是画太行山的山系的时候，经常用到。大家可以到我太行山的这个画册上去看。
刚刚把这个拉长了，拉长的目的，哎，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和它衔接一下。你看，有时候这个山啊，这边它弯了出头一点，这个到远处都很简单了哈，到远处。你看这边，你看鼻上的水分都非常的少，画出一些很有金石味的线条。通过抻擦，哎，有些该深的稍微深一点，有些该它削下来的就擦一下。这块就让它很深了。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一画了以后哈，是吧？就觉得哎，这个山它一层一层一层往后推，是非常的那个，但是你都还没有去那个啥，等到时候把颜色一做以后哈，你会觉得它的层次更加的丰富。再往后面走，后面还有好多山哈。再往后面走的话，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只是一团，我还没有舒展开，要把它舒展开。这个时候我们再加颜色，更亮的颜色。坐标藤黄，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这个白色了。我们现在要把它怎么样呢？把它这个让它延伸一下，或者有一个转折一样的有个转折一样的。大的转折。当然，画到后面呢，这些都很简单了，这些线条。后面的大的感觉，把它，你看后面我就稍微实，是吧？我这里比较实，那我这里就虚一点。你看线条都比较虚，这个时候也不一定非要用什么样呢？用这些去撑这下面了，啊。把这下面这个，你看我这下面把它
啊，其实这里啊这么一画，就是感觉到，第一，我们把这块山是吧更加衬出来了，啊，这个山还有多长不知道。第二，通过它虚和它这里衔接，你会觉得哎这里的云气啊这些有变化了。至于这后面的山啊，说不定到时候就不要全部都画了，就该虚的虚，啊，就该虚的虚。我们再往后面走的话，都可以整体的啊，先把这点画出来吧。先把将就这个颜色，把这点这个山。哎，你看，现在哈，就这个山过来以后，我们现在再调的颜色，这里就偏红一点了。啊，就直接占朱标色了，偏红一点了。干什么呢？就把后面这个山啊，我们可以直接就画了，就不要再画一个什么。哎，后面这个山啊，在画的时候，第一，它颜色偏红一点；第二，这个你看我们边画啊，这个时候画的时候要注意哈，不是说是这个边画边要去看，要去看什么呢？哎，看这个四周它的关系。利用十环比比较弹性也画出了线条。我刚刚说了，这后面啊基本上连起来了。把这里画好以后，就要注意我们这里往下延伸一下。好，比方说我们画到这个位置上哈，一样的，啊，一样的就是干什么呢？让它这个云跟这边这个山，这个布云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哈，也是非常关键。哎，就怎么样想办法，通过后期云的这些一些变化，把很多的山啊，很多的这些就连成一片，啊，就连成一片。最后看一下，哎，你看现在看整座山，它通过就像一个 S 型一样的哈，这是个 S 型的一座山，是吧？通过这个山，它怎么着，慢慢转啊，这就转过来了，是吧？如果再往后面走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了，就是，比方说我们如果再往后面，我们要画一座山的话，很淡很淡的。很淡很淡的，你比方说这个
就是一个小的山顶，逐步虚下来。也不要太多的撑法。跟这边稍微连一下，但是似连非连。好，我们看个它的一个整体。我到时候只需要稍微在山顶上加点树啊，然后当然桥洞底下我开始看了哈，桥洞底下来还没有去把它处理好。这个一会儿我们整体以后哈，我们把这个山顶上有些现在差不多也干了，加一点树。其实，一样的颜色要跟它协调，你不要突然一下子就用非常浓的墨，或者用什么冷色调去，都不行哈。你稍微用点，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我加点墨，是吧？又比本身开始的颜色深，但是呢，它又是暖色调。加到什么地方呢？加到什么地方？就我们刚刚说了，你看，哎，我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是太舒服哦。当然，这个树不宜加大哈，这个树一旦加大以后，山就怎么样呢？山就小了，相当于我们现在这里有很多的横的线条，是吧？我现在通过这个树一来以后，有很多竖的。一下子你就会觉得，你看这里有很多横的线条，我再来点竖的，当然也是要这个竖不是乱加的哈，不是说是我直接就这么样哈，要有疏密关系的。这里线条不是太好看，把它稍微挡一挡，因为我这个颜色比它们都深，即便是在这种比较块面比较深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它这里不光是你看我这里的树为什么就画的稍微大一点呢？因为它不光是这个树要大一点，因为它在1层、2层、3层、4层往后推，它在前面一点，它在前面一点，包括这些远处一点的，有时候稍微有一点感觉。再往远处一点的颜色呢，稍微偏红一点。画的树也要小一点的。
在远处就不要再画树了，点一点台，点点点子。刚刚说了嘛，哎，在这个瀑布上面画一些小树，这些树都很小，太大的话，它就会让那个瀑布显得很小了。好，把它画好以后，我们这里把它抬起来。刚刚我看到那个不是山洞，桥洞下面，桥洞下面这里还需要再稍微处理一下。大家看，如果不管它啊，包括这些雾气，如果不管它的话，到时候就会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画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点点都不要去。我们把画完以后，就明显就会不要这么红了哈，不要这么红了。所以这里我们就加点三绿，边调边看，边调边看，就说它这个色调大概是个什么色调。把这边的颜色可以移点过来，哎，差不多了。我们这里，你看，我们大连画到这个位置上，是吧？这个桥灯，桥灯下面肯定还会有石头。稍微擦一下。这里，这笔下来以后哈，大家肯定哇，这笔好深，其实这笔不深。要是有点雾气，把它挡一下都无所谓。
基本上墨稿就画完了。我们马上给它照张相哈。马上照张相，这个不要忘了。照了相以后，现在时间还没到，我们就先干染，先干染一下，因为今天说了，时间是非常紧的。为什么时间紧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树比较多，在染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比较。首先第一，我们把这个树啊，我们看看这个树哈。首先就蘸2滴水吧，把这些颜色都可以来一点进去，因为我们就说了，根据画面的需要，你看到这个是红色，是不是啊？是暖色调的，我只需要来这么一下，马上就变成什么色调了啊？就变成，因为我们这个太青蓝是很强的、很强势的啊，太青蓝。胭脂、山绿、你看，我只需要加颜色，不加水分的话，它这个就会越调，颜色就会它的浓度就够了。我们调的色要调的恰到好处，刚好合适。你不要太稀了的话，就水分太多的话，它也不舒服啊，染出来的颜色厚度不够。水分太多了，太少的话，它染出来以后又容易挡这个什么，容易挡这个墨色啊。所以说我们就要做到，我们调色，色还不爱墨。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首先第一，再用这个颜色再把这个树啊哪里不舒服，通过这个深的颜色又可以再把它整形。在调色的时候特别要注意，靠近水边或者靠近路边啊，水分不要太多。像这里这条路很小，是吧？很小，如果你水分一多的话，它就容易跑进来，一跑进来，这就不舒服了。这的话并不是秋天的颜色啊，并不是秋景啊，所以我们下面这个还是用冷色调再染它。这里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先把这个深的颜色呀，
用点染的形式把这些颜色都染了，你看把这些树都染了，但是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染的全部染没了，哎，有些地方要透点气。好，多余的这个颜色，我们因为这个颜色去染后面肯定不行，我们就将就再调点颜色。你看，我将就调点胭脂色，太青蓝加胭脂，别的颜色都不加了，有点偏紫色调。有点偏紫色调，就把这个前面的30稍微染一下。你看前面的30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画的时候很深，有些地方流亮的地方都不要它流亮了。但是也不是全部把它染没了留了一点亮。这也是这样子不是全部染，留了点亮。好，把它染了以后，正好盘子里没剩多少颜色了，我们就再调点颜色。你看，我们现在加笔水，这里树呢虽然很多，但是它不是太大，所以说这水分呢就稍微少一点。太青蓝、藤黄、山绿，这个比开始我们染树的颜色就要浅一点了。这个时候再去染这些地方。后面的树它并不是太这个然后染的时候呢，稍微把这个边缘处理一下，处理它的目的就是上面其实稍微染一下就够了，主要是把一棵一棵的树的感觉把它衬出来。衬好了以后，将就这个颜色，来把这个30下面染一下。那这个30的目的呢，它也是为了你看这么一加深，是吧？一下子就把这个树就衬出来了就衬出来了。我们现在盘子里也不剩什么颜色了，这个时候把有些染一下，注意该流亮的也要流亮我们这就再调点颜色。你看，我们盘子里还剩了一点颜色，是吧？还剩了颜色，我们蘸一笔水，再蘸一笔水，这样子
通过2滴水就把这个颜色就稀释了，它就并不是太多的颜色了。啊，这个是我们太青蓝、山绿、藤黄、不加胭脂，加点朱标。加胭脂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个颜色不要太鲜艳啊，但是一加胭脂的话，它整个颜色暗下去了。加朱标也是为了不要它太鲜艳啊，但是它就不会让整个颜色暗下去。我觉得多了，所以说我在旁边留了一点，这就可以了。水分多一点。把第2层染一下。第2层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干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后面啊，把后面这些很混沌的这一面，这些啊，我们把它统一的染一下。这相当于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哎，这就是块面。这个全部染完，这里到时候还会再染一种颜色，把它，因为顶上的云它是暖色调，这里就染到这里就够了。哎，上面再用暖色调，一会儿朱标多一点的色调，去把这里颜色染了以后，我们把下面刚刚染的这个就是染的这个树啊。你看这个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开始是点染，现在是怎么样呢？就直接照染它了，这个颜色就亮很多，它就不会说是，你看刚刚染的深的颜色，这个呢染了亮的颜色，它这里面就透气。如果你刚刚第1层颜色你去染，就直接就染。这么染的话，它就染闷掉了，一点都不透气。我们好染后面的树，我们再调点颜色。染后面的树呢，就让它更加的亮一点，因为后面的树明显它就要远一点。哎，你看，也不需要多少水分，所以说我就没有去。后面这其实很简单，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染了以后，我们染第3层。好，第3层加1笔水，也是因为树多，也加2笔水。好，也剩了一点啊，也剩了一点。在这个基础上，太浅蓝就不加了。直接3绿加藤黄，哎，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更亮？第3层这个颜色呢都很亮，所以说将就这个颜色，我们把这里也染一下。这2个树还是比较大的，其余后面的树呢都很简单，有些基本上就把它染没了。好，把这个第3层这个树染了以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就是染这个顶上的这个哈，你看我这里加一点藤黄，把这个珠标弄下来。哎，你看它这个颜色，明显就在这个里面，就有这个暖色调的影子在里面，可以适当的。下面已经染了哈，上面开始还没染。把这个瀑布边缘稍微染一下就是了。好，一个是把它染一下，第二个，这里面的石头。哎，到时候再统一的。就是我现在在画的时候哈，虽然我还没开始画云，还没开始在画这些，但是我已经在为他们就是在下一步为下一步的云啊这些做文章了。把这个画好以后，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盘子里的颜色呀，想办法把它用光。一样的哈，也是。
但是你看把它，但这里也不是乱用哈，还是就是说有些地方需要的地方，我们才这个才去画哈。该流量的地方一定要流量啊，一定要流量，对吧？主要还是把这个盘子的这个弄干净，弄干净以后，我们基本上就这个就干净了。干净以后，我把这个盘子在这里面还有一点点这些哈乱七八糟的颜色，我们随便先弄到别的地方去。反正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盘子干什么来？为了让这个盘子干净。好，都还不够干净，一定要擦得很干。你看我现在就擦得很干了以后啊，鼻上没有颜色了，即便我这个水是刚换的水哈，差不多也是比较干净，我们就可以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这个时候不要太多的水分。首先，藤黄非常亮丽的藤黄色，加白色。意识到加点藤黄。藤黄一般用的很多，包括一会儿红云啊这些都会需要。好，你看我们藤黄加白色，我看一下哈。适当的加一点珠标。看看在哪里。首先这棵树，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树，画的比较亮一点。是吧？你看这块比较亮，然后再加暖色调一点的话哈，我就可以考虑在哪里来，在这个房子周围了，啊，在房子周围这里再加点珠标色。大家看这个珠标色的话，就比较红一点，就比较红一点。我们就考虑在哪里来，房子周围。可以把这两棵树看一下啊，把它画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加点颜色，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适当再加一点淡绿色，但也是比较亮的哈，也是比较亮的。干什么呢？这个树还是让它亮一点。哎，
这个树让它亮一点，它偏绿一点的。其实你看，它们都是在围绕着哪里来？围绕着这个房子。好，我们这里再加点颜色。至于后面的这个树啊，就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就直接蘸点水，加点白色，很淡很淡，柔和它一下。这个白色就是让画面柔和的。这个白色比较多，干什么？后面的树啊。我们都可以，你比如说，把这几棵树把它加的比较亮一点。哎，它不是每棵树都亮哈。为什么？哎，就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水加亮呢？因为这里有一棵啊，是这里有一棵，如果这里一棵再亮，它就一排啊，所以说我把它去掉一点，这里都可以加亮点，无所谓。干脆一起吧，把这3一起加。好，后面这个树的话，我就不加亮，再调点颜色，加点太青蓝。你看它的色调明显跟这个开始前面2棵树的色调就不一样了，是吧？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再把它加的深一点，它再来一下子，它把前面这2棵树就衬出来了，是吧？就把前面2棵树衬出来了。将就这个颜色，把后面就一起了，把这些地方也可以再染一下。就后面基本上色调是统一的，只是呢和它2个区分一下，把它这么一画。哎，但是你看后面这几棵亮一点是吧？它深一点进去，效果就出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调颜色。你看，太极蓝、胭脂，明显就很深，是吧？加藤黄，这染哪里呢？这个把这棵树啊，把它染深，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树跟它一样亮的话，它们2个又不舒服，所以说我干脆就把这棵树染深。大家看哈，我在染的时候哈，由于我们之前在画的时候，这个用了很去衬它，即便我这里染墨的颜色比它深，它也凸出来的。只是呢，现在它比较这个比较，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再把这后面再处理一下。我们把这里染了以后，现在我们还得尽快的去把这个干脆这样子，把这个多的颜色用到这里来。好，可以了，调点颜色，也是一样的，先藤黄，我开始的太青蓝，
散率加坐标。你看，才开始呢还比较偏绿一点，我们染这里。你看，就染这里哈，一层一层的，这个时候再加藤黄，就是开始的基础上，你看，加太青蓝，加那个坐标，适当加点白色。这个又比开始那个呢，它要偏红一点，再往上染。又再往上染，是不是？染了以后，我看看哈，这个颜色，再往上比较亮的了，我们就把这个颜色染到该染的地方去。你比方说，有时候这个山石啊。包括石头上啊这些，因为这个石头呢那天已经染过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是因为我盘子里有多的颜色我才染它哈，一般可以不染它了。一般到靠近水的这个还是把它染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调色。剩了一点颜色没关系，把笔中的颜色把它，这个时候我们加藤黄、白色、坐标。你看逐步的，它就偏暖色调一点，是吧？上面也是一样的。再往上走的话，跟开始一样，也是加比较亮的颜色，就是也差不多这3种颜色。
哎，你看，现在就通过一层一层一层的过渡哈，这下面呢，到时候用干打湿了以后再去烘染它。它整个的感觉就出来了。再下面就是我们把房子啊也染一下，这里调点赭丝色，我们把房子稍微染一下就是了哈。首先第一，这个你看这里明显感觉到，哎，它这里阴影部分会深一点，这里擦一下。这个桥，包括这条路，都很简单，你直接就调成赭丝色。用勾染的形式把路染出来。染的时候啊，深的这一面呢，就你看路的立面哈，染路的立面，路面呢基本上留下来，一会儿用那个亮的颜色打湿以后，用亮的颜色去染它。今天这个房子哦，你看我们这个房顶处哈，好多没有瓦的，哎，我是故意留下来的。没有瓦片的房子，我们就用朱标色。其实也像这些哈，这很简单，稍微过渡一下，过渡一下以后，然后我们这里调点颜色，把笔洗干净，洗干净以后，朱标、藤黄，去把这个房子稍微染一下。染完以后，又把笔洗一下，再调点颜色。我们加白色，加藤黄，
这一块亮的，这里面、外面，你看都把它处理一下。哎，你看，现在把它处理好了以后哈，有些地方啊，其实就稍微的这个，你比方说像这个大门啊，点缀一下这个坐标色，就是相当于对联啊，或者怎么样啊。好，基本上你看哈，我们现在总算把这个橄榄染好了，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哈，我赶快先照相。休息一会儿，我就赶快把它吹干，吹干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烘染。
们现在哈，基本上大家看哈，当然住到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也是很幸福的哈，那么好羡慕。因为这个，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景点还在不在哈。这是我北京10度的这个一家人，我们10度有个写生基地啊，哎，你把我给我多一点，不是，就是你把我这里北京呢有个9度的写生基地啊，写生基地的话，这个就是在这里啊。其实北京这个9度这个地方呢，它也属于太行山系的这个余脉，所以它有点太行山的味道哈。但我们还是要特别要小心哈，它这个好，这样子平整了，平整。你看啊，这种话呢，基本上就是下面呢还是这个冷色调，但其中呢这个树啊，像这里的树为什么这么亮呢？因为正好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啊也好啊，正好照着这个树上，然后这边亮一点，这边呢这个树是凸出来的，正好照着它，它比较亮啊。别的该伸进去的伸进去，它才有个层次哈，才有个层次。我们把这里弄好以后，一看，哎，水分还蛮多，我们正好就调颜色。这个盘子里有很多的颜色，这个颜色正好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水分太多了。首先，你看，我们首先加这个朱标、山绿、藤黄，适当加点胭脂。白色，你看，除了太青蓝没加，别的颜色都加了。关键是把它加了以后，你去看这个顶上，它这个颜色协不协调？如果不协调，或者是觉得厚度还不够，很简单，我们又再加，直到你觉得它的厚度够了，因为调烘云的颜色呀，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厚度，云彩画得好。如果没有厚度的话，出来的感觉不是太好的，它就轻飘飘的。调这个烘云的颜色也是很讲究的。我边调，我边在看这个顶上，好，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以后，
就要把你调的这个颜色，因为顶上的颜色呢，还是要让它这个亮一点，把你调的这个颜色刮干。刮干以后，把这个，你看，把笔头挤干，挤干以后，笔洗，笔尖蘸水。我们侧过身来看一下，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顶上啊，它这里还是不是有水分？如果水分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烘匀了。哎，你看，现在它这个颜色刚好。这个颜色比较厚，所以说这里面一些纹理啊，你看我们包括这些地方啊，当时擦的一些东西，哎，通过这个基本上都把它收到云中间去了，啊，但是你会隐隐感觉到，隐约哎感觉到这里面是有东西的，这里不要去让它，干脆就把它填拢，让它从后面过去。啊，从后面过去，这个云啊，你不要去绕开它。哎，你看我现在一笔没换个笔哈，我现在也没洗个笔，也没蘸个颜色，哎，一笔下来，是吧？这个云的感觉啊，这些，你就通过这个烘染，因为笔根一直都有很多颜色，开始我只挤的笔尖，把笔根的这个全部就。笔根是一直是保持有很多颜色的，这个烘染很关键，有时候，哎，哪个地方需要一点
用笔跟着去。竖着画的一个好处，我边画我可以退远看，哪个地方还不是太好，哪个地方需要它这个加点什么东西啊，我们都可以很快就可以去。这第一笔颜色，你看，把它画到这里，画到这里以后，可以将就这个笔啊，我们调一点朱标色，把顶上先画好。换个盘子吧，换个盘子。你看，直接蘸点朱标色。看看我的手脏不脏？哎，把有些地方压下来，压下来以后，如果你觉得哎它还那个啥的话，我们可以在朱标色的基础上，在刚刚朱标色的基础上加一点点那个黄色，再过渡它一下。注意哈，你看我有些地方云是同染进去了，但是该染的地方染，不该染的地方啊，我动都不要去动它。可能有些学员说，哎，哪里不该染呢？大家看哪里不该染啊？最亮的地方我都没染它，是不是啊？好，把它染好以后，我们这里
又再加点颜色。你比如说，我现在刚刚施染的这个第一层的这个哈，在这个基础上加点钛青蓝。橙黄，这个明显你会感觉到，这颜色比开始的颜色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在虽然还是暖色调，但是它偏绿一点了，是吧？笔尖挤干，蘸水。染这个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不是说是你这个就是，你看有些地方，你看它下来的很多是吧？它织出来很多，有些的织出来很少，它有大有小的变化，这样才让这个云有变化。如果你都是一样，像锯齿一样的哈，一层层层的锯齿，这样出来效果就不好。然后呢，我经常上次我在我们这里出现了排骨云，天上啊。我还专门照相给大家看了，也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注意这个云是有变化的，它生活中是有这种情况，哎，这个云啊一排一排的感觉是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争取避免它这种情况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画到这里，哎，觉得这个这里的云形状不好看，你看，开始这里的还挺好看，是吧？有云过来，这里一大团不好看，怎么办呢？哎，稍微这里来一块。是吧？这里来一块，以后就觉得，哎，它这里就舒服了，舒服了。当然一会儿还要同染哈，有些地方还得再让它这个自然一点、协调一点。下面倒是再调绿色一点。你看，我们这里就让它至于顶上，开始这里我故意染的不多的，我就是要把这里的这个云的色调染上了一点。让它上下起了一个上下的衔接作用，是吧？你看现在这个云的感觉啊，这些都是很舒服。好，现在这里我还没染，显得有点生硬，是吧？有点生硬。我现在马上就要染，但是呢，在染的时候我要调点颜色。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一点这个钛青蓝胭脂。
黄。哎，你看这个颜色又更深了。各位老师，今天呢可能大家拖一下堂啊，今天完成这幅作品之后再下课。然后另外大家一直想购买的单支毛笔啊，像要拾荒笔啊、红云笔啊、3支点子笔的这些啊，已经到货了啊。大家需要什么毛笔，直接给我发微信订购，然后星期一给大家去邮寄，因为明天提高班的还要上课。哎，你看，通过这个过渡啊，这就很自然了。我们现在呢，这个你看，包括这个瀑布啊这些，这个瀑布染是很简单的，只需要把下面给它一染了，上面就让它留下来就可以了。啊，留下来隐约点，不要去把它统一的都染完了哈。啊，那个这个量一定要留下来。你看，像下面这些，就把它染成。整体的感觉基本上就已经染。还有下面一点点，还一点点，我们这里也是稍微加点颜色。啊，加了一点那个山绿，还有那个又更偏绿了。下面这个呢，我们还得灯。
的把它染成雾气。都染好以后，我们看个整体。看哈，这个染完了以后，看它一个整体的话，整个的，但是还说了，有些地方还需要哈。你看，包括我这里下面都还，这里呢，就是我就再调点颜色，需要加点太青蓝、胭脂，你看就可以。哎，你看，就这样子，有点感觉啊，有点感觉就可以了，不一定。把它染好以后，就要去干什么呢？就要把这些30稍微染一下，其实也很。你比方说，我现在将就这个颜色，我们调点。加胭脂，加藤黄，把这个边上开始染的时候呢，只是大概染一下。现在呀，叫你看，把它染一道。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一定要注意，要留亮。这个边缘给染一下，是吧？上面不管它，这个颜色上面别动它。看哪些地方还需要染。哎，你看，我们就把多余的有些颜色呢，就是到处把它稍微过渡一下稍微过渡一下。好，弄好以后，我这里就加颜色。这是刚刚的那个颜色我们可以不要太多。太青蓝加藤黄，适当加一点朱标。你看这个颜色它就比较亮一点哈，比较亮一点。染什么地方呢？
你看，把这下面这些啊，这些都染一下。这里啊，但是就是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注意不要全部把它染了，要留一点亮啊，要留点亮。有些觉得还不够厚重的，哎，这个地方我觉得，哎，它这个衔接还不够舒服的，还不够，这个我们就可以其实我把山体把它染的比较深，然的云啊这些它更亮了。那其实这一站是同染云了，正好把这个盘子也染干净了，就开始。因为这个一定是要很干净，为什么呢？这个调赭石色的话，它有一定的绿色啊，所以说，你看我这加这个标，本身它是需要绿色的。调好以后，哪些地方稍微留了一点亮，是吧？稍微留了一点亮，这个把开始的哎再就是说过渡一下，强调一下。我们把这染了以后，路吧，我们染这个才开始染的时候是比较深的，路面没染，其余别的染了。现在，你看这么染一下子，它就会让这个感觉桥路。染好以后，这边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要注意什么呢？不是说染哈，用勾染的形式。
亮啊，基本上不要全部染，染了以后它就不透气了。哎，又把这个山再染一下，还是刚刚说的，我们染山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染云，对吧？山一深了以后，像这里很亮，是吧？这也在亮，云也在亮，那就不行，我们就把山染下来。你看山的亮度下去了以后，云自然就怎么样了？云后面就亮起来了，是吧？这个是相对的哈啊。最后看一下，看哪个地方还不舒服，就通过一方面在染的时候，将就把这个云啊，有些地方该统的就统染一道。让这边亮起来，这个干脆不要亮了。好，这边亮起来，不要这边也投亮，这里也投一点亮，就不舒服了。你看，我们现在把它这个染了以后哈，整体的感觉基本上就出来了。就出来以后，现在因为是竖的哈，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是吧？现在整个这个云的感觉，我逐步给大家往下哈。你看这些云气啊、雾气啊，这效果都出来了。好，特别是这个房子这一块，也是特别的亮，啊，也是特别的亮哈。透过这么一个石拱桥上去。下面的水流得很欢，现在还是湿的，还没那么透，干了以后啊会更透一点。啊，基本上你看，我们给大家看那个近镜头哈，因为是好，现在我们再看看一个整体的。我们现在给大家刚刚从头到尾给大家看了一下哈，啊，这样的话呢，我还是很满意的哈，整个的色调啊这些还是很统一，耽误大家18分钟时间啊，终于把它完成了。我开始就说了，今天这段话很紧张，因为我自己也算好，能算好时间的，差不多能画到，能不能画完啊？所以说以至于后面都没怎么休息，就赶快完成它啊，同学们。我们这学期哈，这个完整的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已经画好了哈，啊，都作品啊这些都完成了。下次上课呢，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有些不同啊，比方说哎有些不足的地方，哎给大家再着重讲一下，让大家加深印象啊，让你们能够通过这一学的学习哈，特别是一些小白呀，通过这一学的学习。能够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好，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再见再见。刚才还有位老师留言问题字怎么提？题字很简单，这段话的题字的话哈，这个一般我是喜欢像这么一张这个哈，这个是留的有空间，就从这里提啊，
这里大概2个字啊、3个字啊，这些都可以，写首诗啊，写首诗就可以了啊。好啦，各位老师，我们基础班的第19课就上到这里3个多小时的学习，大家非常辛苦。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一周周六我们老师刚刚讲了，会根据大家在这学期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不足之处，再着重的去教学那我们下周周六直播间见，各位老师再见。